2栖攻击舰居然装上弹射器，这可是前所未见。中国大陆076四川舰不玩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直接靠电磁弹射发射战机跟无人机，甚至于对标美军的2栖突击舰。中国大陆是技术创新，还是弥补短板？台海与印太局势会因此而翻盘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每周二晚上8点，邀请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你要帮我们抖内啦！好，大陆的这个四川舰呢，采用这个电磁弹射技术，具备部署固定翼战机还有无人机的这样的能力。相比美国的2栖攻击舰美利坚号，在实战应用跟远洋作战上，四川舰是不是已经缩短了跟美国的这个技术差距？毫无疑问，的确是如此啊。因为以中国大陆的四川舰而言，当然它为什么会采用弹射器，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大陆并没有开发这种能够让战机短距离起飞跟垂直降落的这款发动机。因为这种发动机它本身呢，其实以美国来讲，其实美国的 F135B 的这个发动机这个部分的技术也是向俄罗斯购买的啦。那俄罗斯将这个技术出售给美国，美国加以吸收之后呢，成就了现在的美国的 F-35B 战机。但是这些技术其实极度的考验冶金技术，还有包含材料力学等等一系列的部分。那中国大陆没有选择朝这个方向开展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今天中国大陆也真的能够成功开发的话，这款战机在解放军内的这个数量其实不会太多，数量非常稀少。那为了一个非常稀少的需求去开发一个发动机，甚至开发一整套的这个后勤系统，或者说整个的这个生产线，其实并不是一件太合乎经济效益的这个事情那既然这样那解放军就另辟蹊径。何谓另辟蹊径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几年前推出了075型的，也就是海南型的2栖攻击舰之后呢，没多久就看到这个江南造船厂开始在建造新型的2栖攻击舰，它比过去的海南舰要更大，而且呢，居然在前甲板的部分还预留了弹射器的这个凹槽。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这个今天中国大陆做这个2栖攻击舰，难道它会在2栖攻击舰上装设弹射器吗？后来等到越做越接近完工的时候，果不其然，这款大家推测叫做076型的，后来中国大陆也正式宣布，的确就是076型的2栖攻击舰，上面装置了一条和福建号一模一样的这个电磁弹射器让这款四川号跟福建号一样，它可以弹射好这种固定翼的这个战机。那固定翼的战机从舰上起飞的，以现在中国大陆来讲，它就有包含像歼15。歼15电战型，还有呢，包含像歼35弹射型等等，都是可以由航空母舰上呢借由弹射器弹射的。所以就是说，未来如果说今天四川舰它要搭载这些战机出巡的话，也不是不可能。所以整体来说，如果以一艘美军的2栖攻击舰全配，上面会搭载这个 UH-1Y 这个战场观测管制直升机AH-1Z 战斗直升机，还有包含像 MV-2鱼鹰机、CH-53重型运输直升机跟 AV-8B 或者是 F-35B 的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战机的话，那我们看到至少以目前我们刚刚讲的 CH-53之前的共军基本上都拥有。那 F-35B 跟 AV-8B 虽然没有，但是它借由这样一个弹射器也能够弹射传统固定翼的飞机。这也就是说，整体来讲也就是未来如果今天四川舰中国大陆要把它像美利坚号作为一个闪电航舰的这样一个搭配的话，它也是办得到的。例如它可能搭载这个20架左右的这个歼35战机，然后搭配2架或1架的这个预警机。那这个时候呢，它本身这个原本具备的2栖投射兵力呢，那这个时候就不上船了，主要呢就由它这款四川号搭载这些战机，专职这种闪电航舰的这样一个任务。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跟美利坚级的这个航舰角色跟任务就非常相近了。那美利坚级现在造2艘美利坚号跟提利波里号，这2艘船呢，它本身并没有这种所谓的船坞甲板，也就是说它不具备将重装备投射的这个能力，它可以利用直升机或鱼鹰机将进驻的陆战队用直升机跟鱼鹰机投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美利坚号跟它的姐妹舰迪利波里号，他们如果完全是采取这种所谓的闪电航舰装载的话，它可以装载大约20架的 F-35B 跟2架鱼鹰机作为空中加油之用的话，它其实所能够发挥的战力约略等于60到80架传统4代战机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这样的闪电航舰，它的这个作战效能是很可观的。今天共军采取相同的概念，我相信也是有类似的技术跟方向在里面。
那中国大陆选择以弹射器解决垂直起降技术的这样一个瓶颈，是不是能够弥补它这个发动机的不足呢？那这种创新在未来与美军的这个 F-35战机实战中是不是具备竞争力？当然，其实以美军来讲，美军的两栖攻击舰在进行攻击的时候，它的 F-35B 是要在这个战区上空呢执行这个空优任务。也就是说，今天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四川舰，如果它是搭配的这个歼35要执行类似任务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攻势作为的两栖登陆作战，或者说两栖这个兵力投射，或许可能在这个舰队航舰没有办法充分支援两栖登陆作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由075还有包含071等型的两栖舰进行一个综合编组以后，搭配上076，那这个时候076的上面的固定翼的这个战机或是无人机，就可以大量的弥补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于来自于像中国大陆舰队航舰福建或山东辽宁，或是甚至于福建以后的上面的这个固定翼战机的这样的支援。整体来说，它是朝向这样一个方向，也就是除非双方要针对同一个目标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否则的话，在海上要相遇，其实难度也蛮高的。因为对于美军来讲，如果美军真的要应对上中国大陆四川级的这种闪电航舰上所搭配的战机的话，我相信它其实可能会用到传统的固定翼可能像 F-35A 或 F-35C 或甚至可能其他的战机来应对这个两栖舰上歼35战机。因为其实本身我们刚刚讲到，由于它的这个作战设定跟想定是不同的，所以这两款在同一个作战场域中要碰到机会不会说完全没有，但是由于你先天设定的不同，美利坚级也是要作为这个闪电航舰或者支援两栖登陆，那同样四川舰也是作为闪电航舰或者要支援两栖登陆。那在这个情况下，双方应该不会让这样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海上这个相遇或者于作战，应该会在产生一个性能差距的这样的情况下，才有能力去对对方呢进行克敌制胜的这样一个部分。那当然了，四川舰也被视为是一种试验型的这样一个舰艇。它若完成全面部署，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共军对台空中打击和情报监控的关键平台？那和现在的075来相比的话，优势为何呢？以这个四川舰来说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本身在对台作战的话，假如是用在对台作战的话，应该是已经把我们的海空兵力已经压制到一个可能没有办法在对它发动反击的状况下，它才会进到这个台湾这个附近的海面。因为整体来说，由于它上面所配备的这样一个战机以及兵力投射能力，基本上是要将陆战队的兵力，也就是说，原本像076这样的船，最原始的目的是要将陆战队的兵力快速的让它投射到这个陆地上。那也就是说，这种需要由其他为它进行争取海优跟空优这个部分呢，会由其他的这个舰艇或战机来进行。再加上，其实由于两岸之间距离相当的近也就是其实如果说今天076或075的船在台湾附近出现的话，我个人认为它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担任这种直升机登陆作战之中直升机起降的平台，或是一个加油挂弹的一个平台。因为以美军来讲，美军的两栖攻击舰其实在它将兵力投射出去以后，它的两栖舰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让比如说包含岸上的部队回到舰上整补，然后呢，或者是在岸上的这些 H-1Z 或等等作战军机它的这个弹药用尽的时候呢，或油料不足的时候，快速的回到两栖舰上进行加油挂弹，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种潜力装挂的这个部分呢，让它快速的完成，重新恢复战力，迅速的再投入战场。这个是两栖舰在作战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认为呢，未来如果大陆真的是要对台作战的话，整体来说，它可能不会让四川舰直接带上歼35这一类的这个战机，反而会用最大兵力投入在两栖兵力的投射上，这个其实才是合乎于它这个作战的这样一个需求。那至于这个弹射器也不会闲着，它可能会让这种类似这个长航时的这个无人机这种无人机主要是在空中做什么呢？做包含类似像通讯中继或者是战场指挥。因为以登陆作战来讲，当你指挥中心建立以后，你跟后方的母舰还是要维持一个恒常性的这样一个资讯交换跟通讯，但是由于你登陆以后，无可避免会由地形、建筑物产生非常多的这些死角，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有一个空中的这样一个通讯母机或者说是观测母机来担任这样一个中继的工作。当然，目前中国大陆它已经部署了这个075型的两栖攻击舰，推出076海军的这个发展是不是向远洋扩张？其实我觉得这本身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076基本上可以算是075的一个改良型，也就是它能够具备的功能显然是比075更多。那未来在作战上，两者之间会采取一个相互搭配的这样一个方式，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如果说今天这个075出去作战，它如果要对它未来的这个海上石油生命线的保护进行兵力投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只有直升机
机投掷这个两栖登陆兵力，但是没有包含固定翼的战机可以为它提供保护，或者是能够担任长航时的这个空中通讯中继的这个飞机呢，来为它进行中继服务。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作战的时候呢，会以一个船团的这个方式出现，例如说076可能会搭上个1艘到2艘075，再搭配个1到2艘的这个07昆仑山级的两栖船坞运输舰，构成一个具有陆战队兵力投射的这样一个海上平台跟一个战斗群。这个时候其实才对他来讲作战才是比较有意义的。那当然，未来大家就一定好奇四川舰作战的部署方向会是哪里那其实我个人认为的话，它基本上还是会朝向南跟西来发展。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说它摆在这个第一岛链，或是进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第一，它要去占领哪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你说对台作战那从北京的角度来讲，它面对的是一个国家这个统一战争，那是一回事。但是它一旦跨出了第一岛链之后，它去占哪？占塞班岛吗？占关岛吗？或者占硫磺岛吗？都不可能。但是呢，未来其实由于中国大陆的生命线是由中东横越印度洋，再通过安达曼海到南海，然后到中国大陆，所以在这一段，也就是中国大陆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面的维权这个任务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甚至于有可能会用到需要两栖兵力投射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能够有一个完整且成熟的两栖兵力，也就是陆战队投射能力，对于中国大陆未来向南向西两个方向的这个海上维权其实是非常重要。当然，由于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所谓的绿水海军或是近岸海军，它现在已经是个蓝水海军，而且它在武力投射上面来说，它的能力其实是相当这个让人瞩目的。所以呢，你说未来南亚这些国家会不会对它呢产生这个戒心我相信以目前来说，中国大陆由于对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工作做的其实还蛮不错的，所以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北京基本上是会让他们相信跟理解中国大陆并没有具备向外扩张的这样的野心。但是针对南亚，由于南亚本身是直接有能力截断中国大陆的海上石油生命线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大陆也一定要应对南亚这些国家可能对中国大陆在地缘政治跟战略上产生的不利影响，而需要做各种这样的准备。但是南亚这些国家，其实我们也看到，像巴基斯坦跟印度等等，他们彼此间对北京的这个态度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就是说，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南向的这些国家呢对北京产生戒心？不过呢，倒是比较显而易见的，过去印度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积极采取所谓的不结盟政策的国家，也就是说，它也是不结盟的这个国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你可以看到近来就是说随着中国大陆和平崛起，然后对外武力投射能力越来越强，航空母舰、两栖舰接着接连不断的造。这个时候呢，你也看到了，其实印度某种程度来说也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安感，说因此呢，它现在跟美国的在安全利益上的这样一个结合呢，也比过去要更为明显，而且呢积极。这也是中国大陆在真正军事实力增强，整个国力大幅增强之后所产生的一个这个另外的这样一个现象。那当然了，双舰岛设计电磁弹射无人机的这个能力，可不可以让这个四川舰具备航空母舰的功能？跟美国的准航空母舰的发展方向比，中国大陆的076是不是可能成为类似的这个战略支柱前面我们刚刚就已经跟大家讲了，由于美国在运用这种所谓的中型航舰或闪电航舰的时候呢，很大一个原因它其实具备了短距离起飞跟垂直降落 F-35B 战机，这个中国大陆没有，所以它现在用一个弹射器来替代掉这个部分。那整体来说，当然它也会希望未来的这个076的角色跟功能呢，可以兼顾到闪电航舰或者是两栖兵力投射。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拿076来做两栖兵力投射的话，它的这个配置跟它的飞机还有人员，就可能可以尽量的接近075型两栖攻击舰，而上面弹射器可以让它提供弹射包含类似像长航时的我们刚刚讲战场管制的无人机或有人机等等这类的这样一个工作。如果本身它所面对的威胁不需要搭载这种固定翼战机的话，自然的它其实也不会太常搭载这个固定翼战机，因为其实固定翼战机登上了这种两栖攻击舰，以美国来讲，即便是美国，它都必须要把两栖作业的这个直升机跟这个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的 F-35B 或 AV-8B 战机两者要完全区隔开。也就是说，在起飞的过程之中呢，整条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跑道基本上只能让 AV-8B 或者 F-35B 战机做短距离起飞之用，因为起飞之后它各个上面包含前甲板的5个起降点，后甲板大概4个还5个起降点，随时都会有直升机在上面进行包含人员登陆的运输或是伤患的回送等等各类这样的这个任务。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在这个甲板
上再进行战机的这个发射跟回收作业，难度就会非常的高，因为毕竟相对来说直升机的在飞行甲板上的挪动并不弱这个一般传统战机那样的方便如果说它本身是完全只有这个滑壳而没有机轮的话，那的确这个移动起来是非常的这个麻烦的。好，中国大陆未来可能建造3艘076，加上现有的6艘075的话，是不是形成9艘舰队的这样规模？那这个部分呢，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区域威慑，还是表现出更多这个全球军事投射的能力跟它的这个企图心？那我必须要说了，从中国大陆来讲，其实它造更多的航空母舰，或说更多的这个两栖攻击舰，有个很重要的是，它要把兵力投射到哪里去？因为今天你看到以美国来讲，美国能够维系起一个全球运作的海军，很大一个原因是今天美国有全球遍布的，包含像基地。还有可供美国海军使用的海上补给点，也就是说，它跟很多个国家都签有这种协定。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这个舰艇在海上活动的时候，美国海军的舰艇可以就近到这些国家采买包含燃料跟食材等等，让这个舰队或是一个战斗群能够持续作业下去。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在区域联盟这个关系上，或是海外能够运用的这个基地数量上，跟美国本身没有办法完全相提并论的话，那它即便有这些包含像075、076或甚至于福建舰这些大型的这个水面作战舰，它其实都会面临到出外作战之后能够获得有效的补给，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就是说，军队作战真正能够决定这个军队战力这个良莠与否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其实就是在于补给。也就是说，没有补给，所有的舰艇都完蛋。像以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来说的话，大家如果有印象之前林肯号在北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时候呢，碰到当时它的油料舰因为触礁而导致这个舰上的这个战机起降的额度大幅下降。为什么？我虽然航空母舰核动力可以不烧油，但是我飞机还是要吃油啊，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就可以看到，真正能够决定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军未来能不能够全球部署，最关键的因素是它能不能向美国建立一个全球的物流跟补给网。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能够建立到这一块，那当然未来你说山东舰也好福建舰也好，或者说这个076、075也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它的这样一个无后顾之忧的全球这个兵力部署。中国大陆展示四川舰的这个装备，会不会刺激美国的加速这个军工升级？特别在1、2岛链的这个布局强化，这样会对台湾跟区域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当然了，其实像中国大陆在2024年底一系列的这个先进装备出现呢，我相信绝对会对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军工业产生一定的刺激。因为你可以看到，从这个 COVID 的这个疫情结束以后，整体来讲，美国的这个军工业还并没有完全恢复全速生产。为什么？因为在这个 COVID 这个时期呢，包含这个供应链，然后这个物料等等都受到非常大的波及跟影响。虽然说我们讲COVID 不是已经过去快2年了吗？对不起，但整体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复苏呢，还是在逐渐恢复的这样的阶段了那当然，最后中国大陆近期频繁展示四川舰，还有包含像之前的6代战机等先进的这个武器装备，是不是在释放这个战略讯号？尤其是针对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还有他的这个即将来的这个中国政策呢？我个人其实觉得这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不会说非常的大或极高度的正相关，但是当然，他现在展示这一系列性能先进武器呢，其实主要也是对于内宣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就是让中国大陆民众了解到，现在中国大陆已非昔日无下阿蒙然后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在军事力或科技能力都已经是世界一流强国。当然这一类的武器装备，我觉得主要也是中国大陆在整个它的武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既定的脐橙。从北京的角度来讲，的确释放讯息，告诉人家我现在不是以前的中国了，你不要再用以前积弱不振的这个中国的角度来看我。北京由于跟两岸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之外，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压力是绝对不会有任何这个稍减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面对北京，我们必须要用到更多的智慧，才有可能跟它能够在亚太地区能够维持一个平衡。这一集的施孝伟的军武大观就跟各位观众朋友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